就在上个周末，家里的领导知道我在做有关日本的节目，专门给我发了一条视频。觉得日本人不想打仗，我们在日本没有感觉到任何人。让我听到的声音是这样，我们接触到了日本人民，没有人想打仗的，但是不反对。那政治家里面有一些极端的人，他们想发动战争，但是。我前2天有一个学生，我说那个就是请我看电影，然后跟我 AA 制，我不教他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在教学的时候，我问他一句话，我说你觉得日本人就是对这个战争的事怎么看？他回答了一句话，他说：“我跟你说句实话啊，很对不起，但是这是事实。”他说我们日本是一个单一民族，我们日本人在一旦，比如说战争来临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听着一个方向走下去，全部朝一个方向。我就因为这句话。我就不教他了，我说，我当时我视频我拍的都是真实的嘛，我说，我现在玩命教你汉语，有一天呢你们朝一个方向去，如果打起来你还是对着我了，我觉得挺可怕的。咱们中国人原来有这样的呀，对，在中日战争的时候，很多东北人收留了很多战争的孤儿，虽然他是敌人的孩子，但中国人一样把他收养长大，所以现在有了很多残留孤儿的问题，那都是日本人的后代，中国人都养长大，中国人其实很讲情，对，但日本人不好说呀。他们是单一民族，我们永远都要听上面，上面的上面就是天皇嘛。天皇说呢，我们就朝那个方向。到那个时候，他们是没有思想的，所以这句话让我觉得真的这么轴吗？啊，真的这么轴，真的这么轴。你包括他的一个学生说啥？如果再有战争，我们还上战场，我们就去当慰安妇。他的学生就这样说。女学生啊，女学生。所以你知道吗？我现在在抖音说的很多话呢，很多人在那个 YouTube 里面攻击我说这个女人吃了日本的饭，砸了日本的碗。但是我只是想告诉大家，真实的日本是什么样的。日本的好的地方我们也得承认，坏的就是这个大哥说的啊，他也好的地方咱们要学习。但是你们要知道真实的日本人怎么想，这点很重要，因为他们很了解我们，我们不了解他们。啊，如果战争来临的话，你爱你的国，我爱我的国，这是很正常的。在看完这条视频以后，领导让我发表意见。我说我保留意见，领导说你必须说说。我说那我的第一观感是这位老师说的不太客观，就因为这一句话呀，在我们家这个小团体的内部产生了一些争论。争论的结果呢，是我本人双拳难敌四手，学艺不精，败下阵来，痛定思痛，我想到来而不往非礼也，于是呢找到了这条视频。侵略戦争だったっていうことを認めて、ちゃんとその歴史として記憶していくことが大事だと思います。もうちょっと自分で考えて、本当にそれが必要なことなのか、やるべきことなのかを考えてほしいと思います。ポピュリズムみたいな、なんか先導して、何にも無関心な人とかもなんとなくそっちに流れちゃわないかなってすごい心配してるので、なんかちゃんと歴史を学んで。我是把它下载下来发给每位家庭成员，目前还没有后续，预知后事如何只能下回分解。那么这一集啊，我们接着讲甲午战争，聊一聊中日两国的第一场战役，在一团迷雾笼罩下的丰岛海战。上一回啊，咱们说到在出兵朝鲜之前的1894年5月，清政府有过一场大动作。光绪皇帝的一句话，从盛京、直隶、山东3个地儿举行了以北洋军为核心的陆海军联合大演习。具体负责这个事儿的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为了检阅北洋陆海军10年来的建设情况，也为了检查北部各港湾的防务虚实，他是5月7号出发，从天津小站到旅顺口、大连湾，再到威海卫、胶州湾以及山海关等地，各地的部队和防务巡视一圈之后，在5月27日返回了天津。大演习过后，对朝出兵动员的相当迅速。6月5号，济远号、扬威号到了仁川，和警备舰平远会合。陆军那边呢，聂士成的部队6月9日在朝鲜中清道崖山附近登陆。3天以后，叶志超的部队也到达了崖山。接着到6月末，清军在朝鲜的兵力达到2800人左右，还有火炮8门。日本方面啊，6月5号归国休假的大鸟贵舰紧急调集70名海军陆战队员，乘坐军舰八重山号、9号抵达仁川。根据日本战时大本营的命令，
第5师团编制下的混成旅团、步兵、骑兵、炮兵、工兵等等多个兵种，共计8000左右的兵力，随后陆续开赴朝鲜。日本海军的军舰啊，有赤城、筑子、大和、松岛、千代田，率先进入丰岛湾一带。中日两国都已经派兵进入朝鲜，这个事态一天天严峻。这个时候的日本高层分成了2派，一派以首相伊藤博文为首，认为应该尽量避免和清军直接冲突，事情能谈就谈。另一派以外务大臣陆奥宗光为首，主张和中国开战，清廷出兵，日本就必须跟进，而且要在兵力上保持对等的态势，最好还能顺便推动朝鲜内政改革。而这个改革内政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是，朝鲜必须要结束和中国的宗藩关系。关键是陆奥宗光的这个观点啊，得到了内阁多数人的支持。参谋次长川上操六开始着手战争准备，日本民间的舆论也在推波助澜，报纸上充斥着强硬言论，甚至有人开始筹办义勇军。那么向中国开战这种呼声渐渐就成为了主流，最终影响了历史走向。伊藤博文在6月13日走访了清朝驻日公使汪凤藻，汪凤藻是强烈要求日军撤出朝鲜，伊藤博文表示妥协，并且达成了一个基本共识，就是平定朝鲜内乱以后，两国像以前一样各自撤兵。但是到了6月15号内阁会议上，仅仅2天，伊藤博文的态度突然变了，不再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争端，反而接受了陆奥宗光追加的2条新要求。这第一条是在日本军队不撤走的前提下，和清政府共同改革朝鲜内政。第二呢，如果清政府不同意，那么日本就单独推进，等于就是不管你清廷态度如何，日本现在都要通过武力强行插手朝鲜内政。会议的最后，内阁批准了陆奥宗光的提案，也彻底推翻了伊藤和汪凤藻之前的共识。清政府是绝不可能接受这种条件的，而抛开当时英俄两国的居中调停，伊藤博文态度的急转弯很可能是中日最终走向战争的一个关键转折。日本有一位学者叫做高桥秀直，他的观点认为说伊藤博文之所以突然改变了立场，从主和走向支持开战，是因为当时日本国内反对撤兵的声音已经压倒一切，不仅是政府内部，连街头巷尾的舆论都在要求开战。更现实的呢，是在3个月以后，日本将迎来大选，各个政党都在用开战刷存在感。在这种氛围下，伊藤内阁呢也只能随大流，最终选择了战争。话说1894年的夏天呀，大清朝廷里有个人火了，这个人呢叫楚成伯，他对日本的挑衅看得非常不顺眼。他说，我大清讲求海防30年，北洋海军也练了7、8年，技艺纯熟，航母整齐，炮台船坞全都坚固得很。在楚成伯的眼里，中国的武备完全足以压制日本。这些说的呢，也的确都算是比较客观的情况。清朝在最风光的时候，在大海上拥有亚洲第1的强大舰队，陆军在账面上的总兵力高达100万。所以让楚成伯感到不解的呢，是说这个岛夷小丑，外强中干，久为环海所攻之。既然我们已经这样强大，面对区区日本，为什么还要退缩呢？他的主张比较简单粗暴，决议主战，大家驱剿，先把军威打出去，谈判桌上的事情自然就好谈了。这个楚成伯呀，就这么着给朝廷上了奏折，在奏折的最后直指要害。他说，3军的勇怯全看统帅，要不是李鸿章太过怯懦，怎么会让这么强大的中国对着日本的挑衅不敢硬碰硬呢？他请光绪皇帝严令李鸿章立刻筹划备战，不许拖延。楚成伯他是浙江余杭人，进士出身，时任督察院江西道监察御史。清代的政府中枢设有督察院，这是全国最高的行政监察机构，也是评论时政、弹劾官员的清流言官们的主场。清流或者清流党是当时部分官员的统称，这个清流呢是相对浊流而言的。那么谁是浊流呢？主要就是洋务派。那么清流的主要标签是不畏强权，敢于直言，同时呢又有点思想封闭，自以为是。1894年朝鲜东学党事变以后，中日两国不断派兵，
军队已经在朝鲜开始紧张对峙。当时清廷内部要远比日本复杂得多。年轻的光绪帝亲政没几年，朝中的大臣分成清流、洋务两派。慈禧太后依然参与着重要国务，还有军机处、总理衙门分别以李亲王、庆亲王为核心。除了北京的中央政府，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也对政策决议有着重大发言权。李鸿章呢，全权负责朝鲜事务，并且通过驻守汉城的袁世凯处理朝鲜内政。楚成伯呀，是6月22日第一次上书，这个奏折刚上去没多久，朝廷就有了回应。6月25日，光绪密谕李鸿章，说什么呢？说现在口舌争辩已经没什么用了，日本兵大批涌向汉城，局势紧迫得很，如果让他们先把局面牢牢抓住，再想挽回就晚了。你李鸿章啊，是熟悉日本朝鲜局势的老手，马上想个办法，尽快回奏。这个档口，李鸿章那边还在忙着寻求列强出面调停。在甲午战争前夕，清廷内部主和的官员最突出的就是他。李鸿章为什么主和呢？最关键的是对两国军事实力，尤其是自己这边几斤几两，他还是比较门清的。接到光绪密旨，李鸿章用了大概5天时间，仔细盘算手中底牌，最终交出一份答卷。这封回奏惊掉了很多人的下巴，让整个清廷中枢都为之一振，和楚成伯等等清流的这个乐观想法可以说是天壤之别。李鸿章说呀，说北洋海军真正能开出去作战的战舰只有8艘，北洋陆军方面能打仗的只有2万人，如果要开战，先得筹到200-300万银子增募兵员。您注意这个时间节点，距离后来丰岛海战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这下可就热闹了。清廷高层们可是吃惊不小，说不应该呀，我们应该是陆军将兵100万，海军亚洲第一才对呀。李鸿章说的和人们的固有印象相差太远。到了7月2日，清廷再发密谕，500里加急送往天津，要求李鸿章立刻做出详细解释。看到这儿，您也应该会很纳闷，说这个北洋的家底儿，它怎么就变成这副模样了呢？李鸿章啊，说北洋海军只有8艘战舰可堪一用，陆军只有2万兵力，这个事儿把皇帝吓了一跳。500里加急要求李鸿章给出解释。2天以后，李鸿章的详细奏报送达北京紫禁城。这是在甲午战前，清政府的直接负责官员对自家军事实力最直白的一份分析报告，因此有着很高的历史价值。在奏报的开头，李鸿章首先详细说明了为什么只有8艘军舰可以参战。说目前的海军战舰啊，以铁甲舰为首，其次是快船。北洋舰队现有铁甲舰定远、镇远这么2艘，有快船6艘，分别是济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这5艘是从国外购买的。还有1艘名为平远的快船，原名叫龙威，是福州船政局参照超勇和济远自行设计建造的全钢甲军舰。以上这些就是李鸿章所说的8艘战舰。除了这些以外呢，超勇、扬威2艘舰船样式老旧，镇东、镇南、镇西、镇北4艘文字船，炮大船小，东西南北是别指望了，只能放在近海协防一下港口的各个要冲。威远、康济、敏捷这3艘啊，是专门的教练船。还有1艘利运，专门负责运送后勤给养。北洋的海军家底基本上就是这么个情况。末了呢，李鸿章还专门提到说，历考西洋海军规制，但以船只新旧、炮之大小、迟速分强弱，不以人数多寡为较量。自光绪14年后，并未添购一船，操演虽勤，战舰过少。光绪14年是1888年，说这话这会儿是1894年，不过短短6年时间，李鸿章为什么在最后提了这么一嘴呢？这其中的利害关系咱们得从头捋一下。第2次鸦片战争之后，大清终于痛定思痛，说得了，咱也得搞点洋玩意儿，建一支能顶得住洋炮的西式海军。最开始这个重心是放在福建马尾。1874年呢，日本跑去侵略台湾，把清廷的人们吓出一身冷汗。打这起，海军战略一分为2，北洋、南洋2条线双管齐下。北洋通商大臣负责的是盛京、直隶、山东沿海海防建设，南洋通商大臣则盯着江浙闽粤沿海。按理说，
两头是齐头并进，整得挺好。但现实很骨感，海防的经费每年额定白银400万两，罗锅上山钱紧。最后一算呢，还是保京城要紧，方方面面的资源就这样向北倾斜，北洋海军成了亲儿子。李鸿章是从1875年开始接手北洋事务，得到清政府的支持，开始正式筹建北洋海军。先从各地的船厂请了一批精英，然后跨洋下单，跑到英国、德国买了一批当时最先进的舰船装备，把这个西方的海军军官请过来，照搬英国海军的操练模式，军纪战术全都按国际标准走。有了船，也有了人，光在海面上招呼那可不行，这个舰船得有地儿维修保养，港口得支起大炮守家。于是呢，山东的威海卫青岛，盛京的旅顺口、大连湾，这些地方纷纷建起军港和炮台。大清朝呢，这回终于是爬上泰山看日出，高瞻远瞩了一把，整个北方的海防搞的是有声有色，像模像样。到光绪14年1888年10月3日，经慈禧太后一旨批准，颁行北洋海军章程，确定部队编制，北洋海军正式成军了。名为北洋，其实呢就是当时全中国唯一的国家海军。这个时候的规模怎么样呢？在编军舰共计25艘，多处军港和后勤基地，还有军械局、机器局、水师学堂、西医学堂、海军医院等等后勤配套机构。军队的训练水平可以比肩欧美强国，尤其是装备了定远、镇远这2艘当时称雄亚洲的铁甲舰。北洋水师被誉为亚洲第一舰队。可是这支号称亚洲最强的海军，在几年之后竟然会迎来一场颠覆命运的大战。这是1885年定远和镇远从德国出发前往中国之前留下了这个珍贵的影像记录。北洋海军在1888年成军之后风头一时无两，实力超越日本海军。明治政府暂时收敛了扩张计划。就在这个档口，清政府犯了一个致命错误，他们认为海防建设已经一劳永逸，不需要再年年砸银子去维持。于是呢，从成军这年开始，海防经费不增反减。到1890年，朝廷干脆一刀切，批准了户部的奏请，直接发布禁令，禁止再从外国购买军舰、火炮和军火。这可就要了血命了。这个海军建设不是一锤子买卖，需要长期且频繁的投入经费。这一叫停，就导致了后来李鸿章所说的只有8艘能出海打仗这么一个结果。可能是篇幅有限，也可能是碍于某些人的面子，李鸿章的奏折里只列举了军舰数量这么一个问题。还有一层更危险的，他可没细说，就是这8艘所谓的主力舰在技术状况上也早已不复当年。铁甲舰定远、镇远、巡洋舰济远，这3艘都已经服役了近10年。经远、来远、致远、靖远这4艘舰龄接近7年。最年轻的平远也已经在海上跑了5年了。北洋海军的这个日常任务比较繁重，每年都要沿着中国海岸巡航，北边到海参崴，南边到南海诸岛以及新加坡等等南洋地区，长年累月高强度的出勤，这个锅炉和动力系统迅速老化。按照当时的造船标准，一套锅炉寿命顶多15年，而北洋这些主力舰大部分锅炉都已经临近报废期。锅炉老化的直接后果是什么呢？就是航速下降，而在海战中，这个速度一定程度上就意味着生死。李鸿章不是没有警觉，他曾经上奏请求拨款，要求更换锅炉，但是朝廷迟迟没有下文。比军舰老化更要命的是设计上的落伍。以最先进的定远、镇远为例，这是同时从德国订购的2艘铁甲舰，它的动力装置都是2台复式蒸汽机，每台驱动1台螺旋桨，蒸汽动力是通过8台燃煤锅炉提供，最高的时速可以达到 15.7 节。那么好，这种蒸汽动力的军舰最早兴起于19世纪50年代，到了90年代，40年过去了，造船的技术、火炮性能、海军战术，这些全都在飞速进化。军舰的设计推陈出新，一日千里，新的军舰像潮水一样涌出来，那个老的设计转眼就会成为过去式。很多船在建造的时候可能还是全球顶尖，等到下水的时候就已经落后一代了。北洋海军呢，不幸正好踩在了这个点上。主力战舰
几乎全是这一时间的产物。设计建造的时候呢，堪称世界一流水准。但是短短几年，造船的浪潮翻了新篇章，北洋这些船都已经被时代抛在了身后。这种情况，北洋海军自己知不知道呢？应该说是早就心知肚明。说1891年啊，北洋海军受邀访问日本，提督丁汝昌，这是李鸿章以下在北洋海军的最高司令长官。丁汝昌一踏上日本军港，就感觉到了不对，说日本海军的这个成长速度快得惊人，回来就跟李鸿章建议说，咱们得买快船快炮，不然早晚吃亏。1892年过了1年多，这个北洋舰队又去了日本。这回回来以后呢，右翼总兵刘步蟾也上书李鸿章，催促添购新式装备。按理说这是刻不容缓的事情，那么这个问题反映到李鸿章这里，李鸿章上奏朝廷，要求给北洋海军更新装备，整体已经落后于日本，但是这个折子递上去就石沉大海。从亚洲第一到能打的只有8艘军舰，北洋海军是这种情况。那么对面日本海军究竟发展到了什么样了呢？近代日本的海军建设几乎是和中国同时起步的，而且双方互为假想敌，军事竞赛你追我赶。一开始为了制衡日本的龙香老式铁甲舰，中国从英国买了超勇巡洋舰，日本呢立刻回敬一艘同型的柱子。中国啊紧接着下单定远级铁甲舰以及济远号巡洋舰，日本又升级买了浪速级巡洋舰。日本有了浪速，中国马上添购致远、经远。这种情况到北洋海军成军之后，渐渐变成了日本的独角戏。截止到甲午战前，我们前面已经说了，北洋海军真正能打的只有8艘，而日本海军呢，它的排水量超过1000吨的军舰啊，共计有31艘，可以出海作战的主力战舰多达28艘，其中就包括专门为压制定远、镇远而设计的3艘松岛级军舰，以及火力最猛、航速最快的同时代世界顶级巡洋舰基野。在服役期限方面，日本海军同样处于压制状态。1891年以后服役的军舰就有9艘，其中有2艘还是1894年才刚刚下水的，一个新潮，一个老旧，这个差距已经是肉眼可见。那么有没有在哪方面还能和日本抗衡一下的呢？唯一能抗衡的优势其实是人。根据现存于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的1891年的日军情报评估显示，北洋海军当时是几乎完全对标英国海军的。从舰上官兵活动来看，他们纪律十分严肃，武器保养到位，舰内配置合理，训练标准迅速，甚至连命令都用英语下达，舰内日常文件全是中英双语，官兵的动作敏捷，演习阵型井然。他们说北洋舰队啊，在国际间的远航并不多，但是在本国沿海航行非常频繁，却从未发生过任何事故，绝不是能随便小看的对手。然而问题是，在一场近代化的海战里，人的因素真的能够胜过舰炮和钢铁的差距吗？说完了海军的家底儿，咱们把镜头拉回陆地。甲午战前的中国社会，如果说在海军实力上还有少数人有着比较清醒的认知，那么在陆军方面则是多数人都有一种错觉，就是大清陆军有100万雄师，凭借绝对的兵力优势就可以把日本掀翻。从李鸿章给朝廷的奏折来看，这个现实还真就没有这么简单。我们先来看一下沿海的布防。在山东威海卫有绥拱军8营，沪军2营，奉天大连湾有明军10营，旅顺口驻有义军8营，钦庆军6营，山东烟台有松武军4营，直隶北塘口人字2营，大沽炮台驻军670人。李鸿章前面说过的，在直东奉3省海口把守炮台的共计2万人兵力，基本上就是以上这些分布。除了这些驻守军港海口的，在后方还有一些部队。天津清县有盛军马步16营，军粮城有明军马队2营，芦台武义2营。这些呢可以作为预备部队，关键时候勉强能拉出去。为什么说勉强呢？李鸿章在奏折里有一点说明，他说直隶地面广阔，和山东山西奉天河南接壤，
北边的都伦、围场那一带是常年盗贼出没，这些地方呢都需要分散兵力，如果对日开战，想要抽调精兵远征是存在一定困难的。那位说了，说这个大清陆军不是号称100万吗？怎么被李鸿章说的这么捉襟见肘了呢？100万的兵力不假，真实数据啊，甚至比这还要多上一些，但是都是账面上的兵力。这里的具体构成，您听我给您捋捋。这个满清在入关以后啊，国家常备军有八旗、陆营2种。到甲午战争前夕啊，全国八旗军兵力约为25万，陆营兵力约为44万，全国常备军合计69万，其中布防在北洋沿海的保守估计大约有20万人。您注意一点，就是李鸿章奏折提到的真正能派上用场的军队，绝大部分是不在常备军范围之内的。一个国家大战在即，他的常备军排除在外，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早在甲午战前，国家常备军就已经废掉了，这是当时官场人尽皆知却又不能公开的秘密。这部分正规军不光是腐朽没用，而且还要花费巨额的粮饷开支。需要多少钱呢？每年养这部分人要支付2000万两左右的白银。这是个什么概念呢？相当于北洋海军筹建以来的全部费用。因为要维系清王朝的稳定统治，因为要保留满清所谓的祖宗旧制，人照养钱照花，一到真格的就麻爪，这就是纯纯的大撒币。常备军已经废掉了，那总得有所依靠吧。这个问题早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就已经凸显出来，八旗和陆营被按在地上来回摩擦，满清被迫用汉族大臣回籍练兵。这部分地方乡勇武装就被统称为勇营，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以及左宗棠麾下的楚军都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出现的部队。这个勇营啊，是以乡情亲情为纽带的，因为战时需要呢，又不断的装备先进武器，有凝聚力，武器先进，渐渐的这个勇营就取代八旗和陆营，成为了清军主力。在太平天国和捻军战争过后，勇营已经成为当时中国近代化程度最高的陆军部队。那么仿照勇营的机制，从陆营中挑选精锐，这样训练出来的部队被统称为练军。一个勇营再加上一个练军，在甲午战争前夕的统计总数约为46万。如果再加上八旗、陆营，清朝陆军总数约为115万。听起来惊人，账面上很雄伟，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呢？在于100万大军真正能打的只有勇营和练军，而在这些勇营练军里，能够保持常年练兵、武器精良、战斗力相对比较稳定的，只有北洋沿海的那一小部分。换句话说，就是大清陆军看勇营练军，勇营练军看直隶北洋。这一小部分究竟能有多少人呢？根据李鸿章的奏报，再结合日本参谋本部的情报资料，当时的环渤海地区主要是旅顺、大连湾、天津、卫海卫，有各个不同番号，以淮军为主的勇营军队兵力约为 3.8 万，奉天和直隶比较有战斗力的练军 1.5 万。这样计算下来，北洋在沿海省份布防的陆军主力共计 5.3 万，这53000人实际上就是当时清王朝全国陆军的精锐。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专门驻守炮台，轻易不能调动的。再把守炮台这部分去掉，满打满算能够拉上战场的也就2万多人。仅有的这2万多人后来呢，在第一梯次全部投入朝鲜，结果被日军一击击溃。那么同一时代的日本陆军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呢？前面几集已经提到，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军队已经全面西化，推行义务兵制，普及军校教育，建立参谋部制度，从训练、制度、装备到战术，一整套都是近代化军队标准。除去必要的本土守军以外，在甲午战争以前，日本陆军的机动师团一共有7个，分别是近卫师团第1到第6师团，总兵力也是有零有整，一共12万3047人。我们是能够调动2万多人，他们是能够调动12万多，能调动的兵力存在明显差距。那么武器装备和实际战力又怎么样呢？首先，日本陆军已经有
一套完整体系，包括步兵、炮兵、骑兵、工兵、辎重等等多个兵种，基本建制包括小队、中队、大队、旅团、师团。他们的军官全是经过专门教育的，士兵都有完整的训练背景，装备上也是十分统一和专业化，以日本国产的村田系步枪为单兵武器，口径主要以8毫米、11毫米为主，炮兵以75毫米口径国产山炮、野炮为主。骑兵和运输方面，有从欧洲引进或者混血改良的战马，战时通过征用与购置，日本的军用战马可以在短期内从常备几千匹一下子增补到几万匹。大清的陆军制度和日军形成鲜明对比，包括北洋的淮军精锐在内，永营和练军的最大编制仍然停留在营级。步兵的一个营大概是400到800人，骑兵和炮兵一个营是100到300人。参谋系统没有，指挥系统没有，一旦大兵团调度作战，就极易出现混乱和失控。至于什么后勤供应、伤病救护这些，对清军来说就更是几乎闻所未闻。人员素质上差距同样很大，清军的军官阶层大多没有任何军事教育背景，更多的是什么呢？是自学成才，因为自己或者长辈在之前的内战中立了战功，积累了一些实战经验，就这样一级级提拔升迁。有关战争的知识呢，多数是自我摸索，或者依靠长辈同僚们的言传身教。军官是这样，士兵阶层就更加没有接受过任何系统的军事培训，最多训练一下队列行进，拿起枪来知道怎么射击，也就这意思了。武器装备方面，由于不是统一采购，一线士兵的武器称得上是五花八门、百花齐放。仅步枪这一项啊，各种品牌、各种型号，口径从 14.7、12.5、11毫米到 7.9 毫米，弹药互不通用，备件也不相同。行营火炮有德国克虏伯野炮、山炮，口径有80、75、70、60毫米等等。另外还有哈奇开斯和格林速射炮。总体来说，数量少，可是型号却很多。再说一下战马的情况，清王朝是没有类似日本的马匹育成体系的，能用的呢大多是蒙古马或者骡子。蒙古马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耐力足，好养活，但是缺乏爆发力，驰突冲锋比不上日本引进的欧洲马和阿拉伯马。同时呢，因为体型矮小没劲儿，又不适合于炮兵，因为你要去拉炮具啊。把以上这些啊放在一起来看，北洋海军好歹还有训练出色这一点可取，大清陆军则是徒有虚名，无论是兵力、武器装备还是日常训练战力，每一项都比不上日本。说是百万雄师，可惜水分太大，实际上呢是一支兵力有限、零散装备了些西式武器，但是制度管理上还停留在旧时代的部队。战争一旦降临，这些虚名终究会瞬间瓦解，留下来的只有赤裸裸的败相。面对日本在朝鲜问题上越发蛮横的态度，加上国内清流派主战的影响，清廷在1894年7月16日终于下了决定，如势不可挽，朝廷一意主战，命令李鸿章马上备战，严阵以待。这个局势已经不是单靠外交就能收场的了。日本陆军已经占据朝鲜京城和仁川，形势相当不利。李鸿章的应对方案呢，是一个两线并进的部署。一方面呢，从北洋陆军中抽调精锐，由北路进军，直指朝鲜北部重镇平壤。另一方面呢，再选一支队伍，由海路运送，在仁川以南的港口崖山登陆，用以增援叶志超、聂志成所部。南北呼应，两头布局，看上去很周密，但是这个计划能不能顺利执行下去，是要打个问号的。3天以后的7月19号，李鸿章下令向朝鲜崖山派送2300名援兵以及武器装备。日本驻华公使把情报迅速传回了国内。在同一天，日本政府做出重要决定，即日起正式开战。日本海军接到命令，海军联合舰队要想办法控制朝鲜西海岸制海权，必要的时候可以主动出击，击溃中国增兵舰队和运输船。陆军方面也接到指示，在清军兵力尚未扩充之前，以混成旅团的主力先行出击，务求先在崖山将清军击溃。一句话就是外交还在挣扎，军事已经动手。
局势从此正式进入到无可挽回的战争轨道。李鸿章派遣的2300名增援部队，分别搭乘英国籍商船爱人号、飞鲸号和高升号，计划是7月24到25日先后抵达鸭山。爱人和飞鲸这两艘呢是先行到达，1150名士兵完成登陆，并且卸下大炮、弹药、食品、军饷。同一时间啊，日本海军联合舰队派出3艘速度较快的巡洋舰吉野、秋金州、浪速，以侦察为名，在牙山湾丰岛海域突袭中国舰船，引发了丰岛海战。这场海战啊，日舰占据绝对优势，火力和速度都是压倒性领先。中国一方呢，则是苦苦应战。最终的战斗结果是中国的鱼雷巡洋舰广乙力战不敌，遭受重创，在朝鲜18家岛附近搁浅自焚。租来运兵的英国商船高升号在行动中被日舰击沉，船上有1000多名中外官兵，除少数获救之外悉数遇难。运送公文物资的操江号被日军俘虏，只有一艘济远号巡洋舰全身而退。7月26日一大早快要6点的时候呢，济远伤痕累累回到北洋海军的驻泊基地威海刘公岛。关于丰岛海战的第一手情况来自于济远舰管带方伯谦的电报。回来以后，他把这个战斗细节第一时间回报给了北洋大臣李鸿章。按照方伯谦的说法，海战当日啊，日方先行开炮，济远等舰奋力迎敌，鏖战大约4个小时，济远中弹300-400个，阵亡13人，受伤27人。打到中午时分，整修炮台的时候，来了一艘日舰紧追不放，济远呢连开后炮命中对方望台、船头、船尾，对方马上转舵撤退。其他几艘舰船，反观广乙在交战中中弹2次，他说这个广乙船身清侧，已经生死未卜。操江呢可能也被击沉或者击败了。租界的英轮高升连遭3炮，已经不幸沉没。这封电报中啊，除了操江高升惨重损失以外，最让人震惊的是济远在明显劣势下仍能拼死抵抗，最终以尾炮命中并击退日舰。这简直是反败为胜的重大战果。北洋海军呢，模仿的是英国制度，舰上都有完备的航海日志，每天记录按月上交。济远舰上的航海日志啊，印证了方伯谦说法的同时，还记录了尾炮击毙日本提督以及日舰悬挂大清龙旗逃跑。那么几天以后，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出巡回到刘公岛，向李鸿章做了正式报告，传递的信息和方伯谦基本相仿。可是谈到击退日舰，只说有俩水手叫李世茂、王国成，这俩人是击中敌舰的头功。对济远最高指挥官方伯谦，他是绝口未提。对航海日志记载的击毙日本提督、日本军舰挂龙旗逃窜这种重大战果，只是定性为风闻，没有着重汇报。中午接到丁汝昌的电报，李鸿章当天下午回电说，一炮如此得力，果各船大炮齐发，日虽有快船快炮，其何能敌？言外之意就是，如果真像他说的那么厉害，还用得着这么劳神费力吗？李鸿章随后还提到啊，说驻日公使汪凤藻从日本发回情报，和方伯谦的报告也不一致，没有听说有哪个提督阵亡。丁汝昌和李鸿章显然都嗅到了一点端倪，丰岛海战中济远的表现极为可疑。可是这俩人呢，都没有把这种不好的判断上奏朝廷，也没有深入调查。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当时言官和舆论压力极大，这俩人啊对方伯谦按下不表，可能是为了自保。军机大臣翁同龢是7月28号读到了李鸿章转奏的电报。翁同龢其人呢是2代帝师，清流派领袖人物，李鸿章的头号政敌。看到方伯谦版的丰岛海战经过，翁师傅第一个反应啊，是在形势极为不利的情况下，幸亏济远苦战，才不至于大败。新科状元张謇，这也是个有故事的人。张謇致信翁同龢，建议对方伯谦啊予以嘉奖，话里话外不无试探。末了还问了一句更刺耳的，说丁为提督何以并不前往？就是说丰岛海战这么大的事儿，提督丁汝昌为什么没有亲自到场？这里面大有文章，也大可文章。是不是可以通过嘉奖笼络一下方伯谦，进而取代丁汝昌，
削去李鸿章一条臂膀呢？这正是我看到外面烽烟弥漫，却看不到自己身边波涛连绵。就这样，丰岛海战被清廷官方正式定性，纪远管带方伯谦鏖战甚久，炮伤敌船，上蜀得利，着令李鸿章传旨嘉奖。尽管清政府官方对丰岛海战定了性，但就在嘉奖方伯谦前后，一连串目击者陆续出现，完全推翻了方伯谦版本的丰岛战况。海战最初是纪远、广乙对战日本以吉野为首的3艘巡洋舰，而后呢，英国籍运兵船高升号和运输船操江号开进战斗海域，被日军发现以后，击沉了高升，俘虏了操江。广乙是搁浅自毁，纪远逃回刘公岛。其中高升号上的中国官兵因为拒不投降，遭到猛烈攻击。高升沉没以后，死伤极为惨重。极为侥幸的是高升号英国籍船长高惠替以及若干高级船员，还有北洋海防德国籍工程人员汉纳根遇救幸存了下来。当时在中国发行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刊载了一篇由高惠替、汉纳根等人向基务浦英国副领事所做的证言。这些证词详细描述了他们在海战中的亲历情形，内容在一些关键节点上明显和方伯谦的报告不太一样。汉纳根说在遭到日舰浪速炮击以后，他从高升号落水，拼命游到附近的小岛上，后来被别国军舰救起，送回烟台。他上岸后的证词有一个细节，说在9点钟左右，他们看见最前面有一艘船挂着日本旗，旗上还另悬一面白旗。这个情景，船长高惠替也在目击现场，他的说法要更直接。他说那艘既挂日本海军旗又挂白旗的船，实际上是中国的战舰纪远。这个事儿没过多久，又有一条证据出现了。北洋海军的运输船操江号本来是从威海前往鸭山执行任务，7月25日上午误入丰岛海战战场，临近正午的时候呢，在混乱的海面上被日舰秋金舟俘获。操江号上有一个叫弥伦斯的丹麦人，本来是受清廷委派去朝鲜担任电报局长的，没想到局长没当成，反倒成了俘虏，到了日本。弥伦斯在被拘留了20天的时候，写了一封长信，向外界描述他亲眼所见的海战经历。他说在当天9点左右看到英国商船高升被一艘日本大铁甲截停。当时这个高升和操江相距大约有3英里，操江呢随即改舵返航，向西行驶了大约1小时。这个时候弥伦斯看见纪远从一个小岛后面靠岸航出，和一艘日本军舰开炮交火。到了上午11点30分左右，纪远靠近操江，从操江船头掠过，距离大约半英里。半英里的距离看上去就更加清楚了。他说这个纪远号挂着白旗，而在白旗之下还悬着日本兵船旗，甲板上的水手是慌乱奔走，一片张皇失措。弥伦斯对纪远的说法和前面2个人的证词不谋而合。在整个海战过程中，除了纪远直接参与了战斗交火，还有那艘鱼雷巡洋舰广乙。广乙是清朝自行建造的第1艘全钢巡洋舰，原本配属广东水师，后来加入北洋舰队。丰岛战后初期广乙是一度失去音信，没有返回威海，生死未卜，下落不明。一直到战后10天的时候，才有9个广乙水兵乘坐朝鲜民船返回北洋水师，告知海战当日情况，是3艘日舰打坏广乙，随即又攻击纪远。幸亏管带和大副组织着把船开到18家岛搁浅，这些人才得以上岸幸存。广乙的故事还没完，过了大概5天时间，又有54名广乙官兵由朝鲜地方官雇船送抵山东荣城。广乙的鱼雷大副张浩向北洋提督丁汝昌做了汇报，指控纪远在战斗中临阵脱逃。他说广乙看到纪远3面受敌，本来是前去救援的，没想到纪远看到广乙靠近，竟然立刻启动快车撒丫子就跑。到这年9月初，广乙号管带林国祥带着18名官兵被一艘英国军舰送回烟台。林国祥也指出，纪远不仅没有配合作战，而且见势不妙，烧足锅炉，只顾逃跑。
到这儿为止啊，有高升、操江、广乙三方证据，纪远临阵脱逃似乎已经坐实了，但又好像缺少点什么。我们目前只列举了隶属于中方的舰船人员的一些证词。对立面的日本是怎么描述的呢？丰岛海战当天，日方以吉野为旗舰，由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司令平井航三少将全权指挥。战后3艘战舰的舰长以及平井航三都向上级提交了作战报告。平井航三的报告中啊，说战斗打响不久，纪远连续中弹，广乙冲入日舰阵列，利用广乙冲阵所造成的混乱，纪远高速撤离。这段描述呢，和广乙幸存官兵后来的口述基本一致。广乙被击退以后，日方3舰汇合开始追击纪远，接着呢，又有另2艘船只高升、操江靠近战场，先后被俘获击沉。其中的浪速号舰长东乡平八郎在日记里对追击纪远有更为详细的记载。他说，追击到一定距离以后，曾经开炮命中纪远，看到纪远啊同时挂出日本海军旗和白旗，示意投降。就在这个时候，接到司令官靠近旗舰的命令，追击因此而停止。东乡平八郎的日记进一步证实纪远挂白旗逃跑。综合中日双方一手目击证据来看，方伯谦关于丰岛海战的报告存在严重事实，所谓的以伪炮退敌根本就没有发生。纪远的航海日志也疑似被人为编造，他是不仅捏造了虚假的战功，甚至把纪远自身在战场上挂白旗和日本军旗的情形移花接木描写成了敌舰的行为，企图把败绩粉饰成胜利。不幸的是的，这位方伯谦方管带临阵脱逃上了瘾，而第2次逃跑造成的影响将会更加恶劣，更加致命。好了，读历史知善恶，感谢您的收看收听，这里是烽火照东南。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甲午战争的故事仍在继续，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